其实这样的这个佛藏呢，到时候我们方便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一下佛藏法的一些这个殊胜特点呢。因为这是其实在仙宗当中又是有，就是好多经典里面，登州法王的那个佛教史里面引用了好多这个经典了，什么大和牛序啊，大和牛经还是什么，就是有几个经典的，就是其实仙宗里面也是所谓当时释迦牟尼佛的有些特别殊胜的这种法呢，就是隐藏在某一个地方，后来呢就是某人来这个开始进行开启的。但是这种这个教理呢，就是在仙宗当中是不广的，而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教法里面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广。所以我们现在后来的有些佛藏大师的那些佛藏品呢，读了以后的话呢，的确是生很大的这个信心。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最公认的呢，就是最出名的有108位这个佛藏大师，就专门有一个佛藏大师传记啊，就佛藏大师。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史当中的话呢，好像登州佛教史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吧，就是这个里面呢，像那个慈悲光尊者啊、公智仁波切啊、江军在翁吧、门旁仁波切啊，就全部都是属于这个佛藏大师里面。就是属于这个佛藏大师里面，因此我们现在如果懂到了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佛藏的这种神圣这个含义，同时呢也了解到就是这个经传的。就是不是这个原传，是这个近传的。其实近传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破誓言呐，还有一些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弟子与这个上师之间呢，就是种种的这些这个辗转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这就是莲花生大师呢，通过那个加持以后呢，就是把这个法呢，就是隐藏在这个什么地方。然后他也同时这个受集呢，就是某某某弟子道士去，后来呢，就是他通过发愿呢和这个弟子的发心呢，因为以成就那样，就是以种种的这种因缘成熟的话呢，但后来呢，就是确实也是时间地点已经这个各方面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把这部法呢就是取出来，就是利益众生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应该知道就是这个。七句七道文的很多的这种上师修法的话呢，那么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佛藏大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些是会以前世的方式来开始这个就是造的。以前法王如意宝去那个不丹呐，就是那个巴州德藏深山，就是其实巴州德藏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当时显现那个愤怒像啊，就是气质这个老虎，就是降服这个魔宗的这个圣地。就当时上师如意宝到那边以后的话呢，就是也是以这个佛藏的形式来开启了，就是莲花生大师的梦修法就是后来专辑里面也是有，你们方便的时候呢再看一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呢对密法的，就是除了我们的分别念的这种境界以外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深深道理。所以后学者呢，就是也这一点呢，就是也不得不了解。